这里是东京的地下赛车场，入目全是美女和跑车，是男人的终极梦想。影片开始，星链孔肖恩登场，他是一名在校学生，因为热爱赛车，课余时间大多泡在汽修店里帮忙。这天收工后的肖恩准备驾车离开，坐在隔壁敞篷车上的金发妹主动搭讪，肖恩出于礼貌回应，金发妹的男友当即要给肖恩一点颜色看看，嘲讽他的车自己80岁的奶奶都不开。肖恩懒得理这傻大个，傻大个却觉得受到了轻视，用棒球砸破了肖恩的挡风玻璃。人群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精神围拢上来，肖恩淡定地走下车，在傻大个挑衅的目光中从手里变出一把扳手。作为修理工随身携带扳手似乎也很合理，傻大个顿时有些心虚。金发妹表示不如来点斯文的，比如大家赛个车之类的，谁赢了自己就跟谁走，就差贴个价格标签了。肖恩觉得这个奖励可有可无，本着不争馒头争口气的态度应战。一场激烈的漂移障碍赛后，双方都没讨到好处，肖恩的车子只剩架子，傻大个则撞向了路边的水泥管子。在这个电影里能看到车技如此菜的主角也是难得，他的成长也是本片的看点之一。大难不死的三人一起进了局子，只要不上天堂就已经是个奇迹。傻大个和金发妹很快就被保释离开，肖恩的母亲匆匆赶来。2年间因为肖恩非法飙车，他们已经搬了3次家。这次母亲决定把肖恩送到他远在东京的父亲那里，否则他就要被送进少管所。肖恩不情不愿地坐上了飞往东京的飞机，踏上了这片他完全陌生的亚洲土地。肖恩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父亲在东京的家。肖恩按了几次门铃，正在做运动的老肖才气喘吁吁地打开了房门。他有些尴尬地表示以为肖恩7号才会到。肖恩淡淡地说今天就是7号，看来运动做久了脑子会跟着糊涂。老肖有些不好意思地送走运动搭档，带着肖恩进了屋。屋里逼仄拥挤，肖恩卧室的窗口和对面邻居奶奶的家只有半壁之隔。老肖和肖恩约法3章，好好上学，不准出现在任何一辆车的旁边。翌日，肖恩换上老肖准备好的校服，慌慌张张地赶到了学校。第一天上课的他不出意外迟到，坐在前排的女孩一脸迷之微笑地打量着肖恩，时不时还带点少女的娇羞。这位就是我们的女主妮拉。午餐时间，食堂里人满为患，一个自来熟的黑小伙坐在了肖恩旁边，开始喋喋不休地向他推销电脑、手机、运动鞋。肖恩既不感兴趣也没钱，看到小黑书包上的方向盘后来了兴致，提出要想看看他的车。小黑一脸嘚瑟地表示自己的车一定让肖恩眼前一亮。肖恩满心期待地来到车库，结果这辆被改得乱七八糟、面目全非的大众图案让肖恩眼前一绿。肖恩接受了现实，好歹是辆能开的车。两人来到东京的地下赛车场，这里让他的身体久违地兴奋起来。肖恩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我们的女主妮拉也来到了这里。肖恩上前搭讪，两人说话归说话，眼神拉丝算怎么回事？这一幕也被妮拉的男友 DK 看到，他是东京赛车界首屈一指的高手，旁边的长发男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韩。DK 不容许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觊觎自己的女友，他一脸不善地走上前，让肖恩离自己的女朋友远一点。眼看气氛不妙，妮拉和小黑急忙上前拉走各自的人，韩也出声提醒 DK 别忘了比赛。肖恩似乎一定要找回面子，还在没车的情况下提出要和 DK 比赛。如果他不是主角，在这里被打就一点也不奇怪。在一旁看戏的韩将自己的车钥匙扔给了肖恩，吃瓜也是他的爱好。肖恩向小黑打听 DK 会不会开车，小黑表示何止是会，他还是赛车界的漂移之王，而这也恰恰是肖恩的短板。在之前和傻大个的比赛中也看得出，肖恩在过弯时总是很难控制车子，他甚至不知道漂移是什么。小黑向肖恩介绍了韩的车，这辆车从头到尾的改装就是为漂移而生。肖恩心里没底，觉得自己至少要看一下漂移的教程，毕竟在美国他们比的一直是标致线拼马力。小黑告诉他只要加足马力猛拉手刹就行。比赛开始， DK 几个漂亮的漂移甩尾成功过弯，肖恩则开启了碰碰车，过弯时完全掌控不了车子，将韩的车开成了一堆废铁。围观群众哄堂大笑， DK 搂着妮拉扬长而去，甚至都懒得过来揶揄肖恩，显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确实，一个漂移之王，一个破坏之王。韩看着面目全非的爱车，心头滴血，小声警告肖恩不准离开镇子。肖恩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穷横之后被打脸。肖恩蹑手蹑脚回到家，老肖正坐在桌前等着他。他问肖恩是不是去飙车了，肖恩的眼神出卖了自己。老肖警告他没有下次，否则就收拾东西住进少管所。肖恩看着严肃的老肖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翌日，肖恩来到学校，这回他算是丢人丢到国外了。同学们的指指点点让肖恩如芒在背。放学后，韩在校门口等着肖恩，要他帮自己去讨债。自知理亏的肖恩只能照做，没成想对方是坨看起来就不好惹的肉山。肖恩顿时没了底气，支支吾吾地要起了账，结果就是被反复扔出门。最后大肉山不胜其烦把钱还给了韩，接着韩又要求肖恩陪自己去送一趟货，还表示以后要随时随地听候差遣。两人来到 DK 的地盘，常常和 DK 混在一起的黄毛调侃地问肖恩什么时候再比一场。
嘴硬的肖恩表示随时恭候。DK 问韩带着这个拖油瓶是不是又想赔一辆车，韩表示自己要赚 DK 那辆花冠86，DK 则对韩的地平线72觊觎已久，两人用各自的爱车做赌注，约了一场比赛。接着韩便和 DK 谈起了生意上的事，肖恩百无聊赖地下了楼，偶遇了来找男友的尼拉。肖恩眼前一亮，急忙上前搭话，也不怪 DK 要生气，实在是肖恩的锄头挥得太明显。谈完生意的韩走了出来，肖恩不懂韩为什么会和 DK 这种看起来像黑社会的人混在一起。韩表示 DK 只是个小混混，他的叔叔才是黑社会，这里的每笔生意都要抽走很多钱，和 DK 走近些才能避免入不敷出。韩带着肖恩来到自己的地下王国，这里除了美女就是豪车，肖恩看得眼花缭乱。韩表示那辆红色的30属于他，毕竟肖恩代替自己去比赛，没一辆拿得出手的车子不太合适，韩需要身边有个信得过的人，肖恩就是他选中的人。韩很快对肖恩展开了漂移训练，肖恩还是一贯的碰碰车开法，一旁钓鱼的大爷看得都直拍脑袋，韩的小弟们更是调侃换个独眼龙来飘也是这个水平。翌日，黄毛在天台找小黑的麻烦，肖恩出面阻止，在尼拉面前刷了一波好感度。肖恩开始在山道上进行训练，闲暇时跟着小黑在街头卖东西赚些零花钱。因为常常夜不归宿，被老肖赶出了门，肖恩只能拎着自己的家当住进了韩的车库。韩是个好老师，肖恩也在不断训练中有了进步，在和黄毛的比赛中成功帮韩赢到了那台地平线72。肖恩和尼拉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尼拉告诉他自己的身世，10岁时母亲去世， DK 的祖母收养了他，如此说来尼拉和 DK 算是青梅竹马，可惜竹马抵不过天降。肖恩锄头挥得太快，让 DK 忍无可忍，他找到肖恩将他暴揍一顿，警告他不准再打尼拉的主意。这顿打挨得不冤，喜欢别人的女朋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尼拉得知肖恩因为自己被打后，找到 DK 提出了分手。DK 的黑社会叔叔很快发现了账目问题，但他们黑掉的钱数目远比 DK 知道的要多。被韩摆了一道的 DK 怒气冲冲来到车库，二话不说就给了韩一巴掌，指责他不该搞小动作坑自己。韩表示大家贪多贪少都正常，有一瞬间怀疑肖恩和韩才是反派，一个撬别人女朋友，一个坑别人钱。怒火中烧的 DK 拿出枪指着韩，小黑见状放下车库的闸门砸坏了 DK 的车子，韩和肖恩趁机将二人打倒在地，接着便各自驾车准备跑路。黄毛拦在肖恩和尼拉车前，肖恩一不做二不休将人撞倒疾驰而去，双方在车流间追逐竞驶，全程只能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。黄毛作为最菜的选手很快就被淘汰，肖恩表现中规中矩，韩则显得十分从容。 DK 气得牙痒，不守武德朝韩的车子开枪。这时一辆银色轿车突然冲出，将韩连人带车撞出数十米，肖恩急忙下车查看，韩的车子却瞬间爆炸起火。尼拉拽着肖恩逃离了现场，无处可去的他们回到老肖家， DK 追来带走了尼拉。老肖要求肖恩马上坐飞机离开，肖恩却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。肖恩打算面见 DK 的叔叔莆田，从源头解决他和 DK 的矛盾。小黑拿出韩生前交给他的一袋钱，算是肖恩见莆田的敲门砖。肖恩成功见到了莆田，提出希望通过比赛来解决和 DK 之间的矛盾，输的一方要永远离开东京。莆田觉得肖恩很有勇气，便答应了这个请求。韩的车库被封，车也全部被警察收走。肖恩一行人在后院找到了那台被他开得稀碎的车子，把能用的发动机和配件整理出来，和老肖那辆在库房落灰的车子组成了一辆新车。一番调试组装后，一辆美国肌肉车落地。比赛的地点是 DK 定的，对道路的熟悉程度是他的优势。比赛当晚，莆田亲临现场观看，肖恩和 DK 一路你追我赶，不相上下。山路蜿蜒曲折，路的一侧就是峭壁，稍有不慎便是车毁人亡。比赛过程中， DK 几次三番想将肖恩撞下公路，都被他小心化解。眼看赛程就要接近尾声， DK 也变得越来越急躁，最后车子失控冲出了悬崖。肖恩艰难地赢得了比赛，莆田也履约放过了众人。经此一役，肖恩成为了东京炙手可热的新漂移之王，而他也收到了新的挑战，对方自称是韩的家人。肖恩应战，来人正是第一部的男主唐老大，他的座驾是从韩手上赢来的。比赛开始，影片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新的故事。